人類至今從沒有打開過的門，每一扇門背後都藏着一個大秘密。他們都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至今也无法打開。有的是因為技術原因，有的是因為打開之後就會有很嚴重的後果。今天就給大家講3個人類至今也沒有打開的神秘門。英國歷史學家貝坦尼修斯博士聲稱獅身人面像下方存在多個密室，這些密室是幹什麼的沒有人知道，但是他肯定這些密室中隱藏着巨大的秘密。其實在早期的資料顯示，獅身人面像裡的密室實際上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所有人都知道。是嗎？對，但是你看你现在就不知道，对吧？对呀，我真不知道。上世紀20年代的時候，獅身人面像的頭頂可以很明顯的看到有個洞。哦，真的有洞哎！但是現在它已經被封上了。另外，在獅身人面像的背部也可以看到一個貌似被封起來的一個洞。相傳19世紀初英國埃及學家亨利·索特進入了獅身人面像祭壇下的一個隧道，與他同行的是法國古董商奧古斯特·福爾賓。據說這兩個人進了隧道之後，就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經過了一番激烈的爭論後，最終決定封閉這個通道。至於他倆究竟看到了什麼，至今也沒有人知道。後來到了1926年，法國埃及學家邁爾巴拉茲以修復為由進入隧道後，就用水泥填滿了這些入口和相連的隧道。再後來呢，埃及政府和美國考古學家徹底阻止了對獅身人面像周圍或者地下的任何調查，阻止任何人找到地下洞穴，找出獅身人面像下面的隧道。看到這兒，有些朋友就會好奇埃及的獅身人面像跟美國有什麼關係？對呀，狗拿耗子到這種程度了嗎？有些人猜測，他們這麼做可能是和共濟會存在某種關係，因為獅身人面像歷來被採用到共濟會建築和符號系統中。獅身人面像被安置在建築的入口處，以保護他們的奧秘，警告那些擅自闖入的人，就是說对所有不知情的人繼續隱瞞秘密。有一個很大膽的猜測是啥？就是說這個秘密有可能是關於一個宗教的，有可能這個東西出來之後這個宗教就會被徹底否定。這對於西方國家來說其實是件很嚴重的事情。對，信仰就被顛覆了。對，比如說出來個東西告訴你耶穌不存在，我一直都覺得耶穌不存在。你覺得不存在沒事，那你讓基督徒一聽完了，我的主沒了，我的神沒了。這個廟建於16世紀，由當時統治該地區的土邦特拉凡科王國的國王下令修建。當地一直傳聞，特拉凡科國王將他大量的財富都埋藏在這個廟厚厚的磚牆和地下的密室中。2011年，印度方面開始對這個廟裡的地窖開展研究，並且找到了編號 A 到 F 的6個地窖，除了 B 號地窖之外，剩下的都已經全部打開了。結果發現了數百顆寶石，5米多長的純金鏈子，一捆500多公斤的金條，800多公斤的金幣等等，特別多的奇珍異寶。除了我剛剛說這些，還有好多。那得多少錢？當時有一個進去的人就說他在那裡邊看到的最大的幾顆鑽石是幾顆啊，不是一顆。最大的幾顆鑽石有一個人的拇指那麼大。哇，沒猜錯的話，大家應該現在都在看拇指吧？那800公斤的金幣一個的價值大概在36萬美元。這些所有的寶貝在忽略它們作為文物價值的情況下，光這些東西本身的價值就有至少112億美元。但是大家不要忘了還有一個 B 號地窖沒有開啊。這個 B 號地窖為什麼不開呢？ B 號地窖的門口印着一個眼鏡蛇的圖案。根據當地的很多傳說是這個眼鏡蛇的圖案出現，意味着如果你把它打開的話，就會導致很多不幸的事發生。对，眼鏡蛇就代表着厄運，就像是法老的詛咒一樣。对，只要是有這種蛇圖案的門打開它就會導致不祥。這麼多地窖，唯獨 B 地窖上面有蛇的圖案，而且當地的傳說還是這樣的。於是有很多專家就覺得這裡邊應該有着很重要的東西，所以呢，這些專家就先開了別的地窖，因為萬一保護不好是吧，不至於損失這麼大，先開別的地窖試試啊。在其他地窖都開完之後，大家都在等待着開 B 號地窖的時候，一個可怕的消息傳來。負責此次考察工作的原始請願人去世了，這一下就讓人們聯想到了關於這個蛇圖案的民間傳說。當地的居民就堅稱這是詛咒應驗了。由於這個事件也放緩了後續的考察，後來當地官員表示要讓這些寶藏永遠的留在寺廟裡。這個門應該是現在世界上最神秘的一個門。星際之門位於秘魯南部的哈尤馬卡山，是雕刻在山體上的一個印記，長寬都是7米，上寬下窄。當地人傳說這是神和人互通的門，神可以通過這個地方來到人間，人可以通過這個地方去到另一個世界，就像一個異次元傳送門一樣。考古學家們認為這應該是印加文明留下來的印記，但是任何印加文獻中卻都找不到關於它的描寫。當地人認為這個石雕是在印加文明存在之前就已經存在。
它究竟是幹什麼用的，也沒有人知道。當然，除非你真的相信它是人和神交流的通道啊。考古學家們想对门断代，但是並没有发现什麼合適的有機物。目前對它的形成年代僅限於推測。有一個關於這個門的當地的民間傳說啊，相傳印加帝國的第一任大祭司啊，擁有溝通神明的能力。他將一塊金色的盤狀物放進了這個星際之門中，星際之門就立刻發生了變化，大祭司呢就被吸進去了，就消失了。其他的祭司就趕緊跪在地上拜啊，看了神蹟了，然後把這個事情就給記錄了下來。後來有一名叫做阿馬魯穆魯的牧師，在逃離西班牙征服者的時候，試圖隱藏這個金色的盤狀物。於是他效仿傳說，就來到了星際之門，帶着金色盤狀物就消失了。印加帝國的典籍中記錄了一個神秘的星座，翻譯過來就是回家的橋樑。但是科學家們翻遍了資料，也沒有找到這個星座到底是什麼星座。而這個異次元之門究竟是怎麼用的，現在誰也不知道。宇宙在大爆炸之前是什麼？我們都知道宇宙誕生是源自一次大爆炸，但是宇宙為什麼會突然大爆炸了？因為一時看了一眼。今天咱們換個思路，早在上世紀80年代，科學家們就發現了大爆炸理論的缺點。比方說，大爆炸的原因是什麼？就是我們之前说的什麼導致了宇宙大爆炸。再比方說，就是目前普遍認為宇宙起源於極熱大爆炸，就是從一個小點變得像如今一樣這麼大。那麼在爆炸之後的宇宙應該是中心點的溫度會比較高，其他地方的溫度就會相對低一些。但是如今我們並沒有發現在宇宙中有一個溫度很高的地方，相反整個宇宙的溫度都異常的平均，溫度起伏僅有 0.002%。這個時候就有人說了，那也有可能是宇宙已經完全冷卻下來，有沒有這個可能呢？有，是完全沒有可能的。舉個例子啊，假設我們現在正在太空中觀測宇宙，我們往左看，最遠能看到 A 點，是因為比 A 點還遠的地方的光還沒有傳到我們這兒。對吧？对。往右看能看到 B 點，也是同樣的道理。而 A 點和 B 點的溫度卻是一樣的，這就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因為哪怕是光傳播的速度，從 A 到 B 如今也只走了一半，就走到我們現在這個位置，那就更不用說兩邊的熱輻射了，更不可能碰到一起然後達到熱平衡。除了這些以外，宇宙大爆炸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於是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誕生了另一種說法，叫做宇宙大爆炸。不是大爆炸，是爆炸。这两个有什么区別啊？哦，一個是它爆炸爆出來的，一個是它慢慢充氣一樣脹出來的。和充氣還不一樣。宇宙大爆炸發生在宇宙大爆炸之前，並且創造了宇宙大爆炸。這個理論預言了一塊爆炸物質，它的體積會不斷的翻倍，但是在翻倍的過程中不會被稀釋，也就是說它的密度不會降低，並且會永遠的暴漲下去，不斷的在創造出新的空間。當爆炸體積增長到3倍的時候，就會有1/3的爆炸物質發生衰變，而衰變的這團爆炸物質發生了我們這個宇宙的大爆炸，大爆炸再產生了星系。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宇宙會大爆炸。那麼為什麼宇宙的溫度會很平均呢？因為在爆炸的前期早期大家都被擠在一個很小的區域，所以有足夠的時間相互作用。後來發生了爆炸，才讓它們相距如此遙遠。就好比說你腳上的細胞和你頭頂上的細胞距離非常遠，但是它們的 DNA 都是相同的。原因是它們都來自同一個受精卵的不斷翻倍嘛。當然這個時候就會有人問了，這個爆炸物質是怎麼做到翻倍自己的體積卻不讓密度發生變化的？對啊，1克的物質怎麼能變成2克？質量不可能憑空創造，對吧？那是因為在狹義相對論中，能量和質量的關係可以寫成 E 等於 mc 方，能量和質量之間是可以相互轉換的。由於光速非常大，所以一點點質量就對應了相當大的能量，大概1000克的質量就能釋放一個廣島原子彈的能量，所以我們就相當於人均攜帶幾十個原子彈。哇，你是小幾十個，我是大幾十個。所以爆炸物質是靠能量增加質量，那麼能量又是從哪兒來的？對啊，我也想問這個。能量是它從引力場借來的，這個就比較複雜，我們就不說了。總之大家知道爆炸物質是個玩槓桿的資本家就對了。我們剛剛說了，爆炸物質的1/3會衰變成宇宙大爆炸，那剩下的2/3呢？它們會各自繼續暴漲3倍，然後各自再有1/3衰變，形成各自的宇宙大爆炸。這些宇宙或許就是我們日思夜想的平行宇宙，或者說多元宇宙。根據爆炸理論也回答了我們從幼兒園開始就在想的問題：宇宙是不是無限？如果爆炸理論正確的話，我們就可算是找到了一個確定且真實存在的無限的東西了。咱們之前講世界是虛擬的時候，說到了2面鏡子對着放，我們就能看到無限鏡像現象。這種現象被賦予了很多非常神秘的色彩，比方說有人認為這是通往異次元的
空間之门，或者說平行宇宙的通道。如果这个世界是虚拟的，那麼兩面鏡子對着放的時候，鏡子中的景象會被無限複製，瞬間就會產生大量的信息。那麼我們這個虛擬的世界系統就會因為內存過載而爆掉。那麼虛擬的世界系統為什麼沒有因此崩潰呢？之前我們說到一個猜測，就是說也許光的速度是我們這個世界的系統處理速度，光的傳播速度限制了鏡面裡信息的傳輸速度，因此我們的世界不會因為無限鏡像現象而發生內存過載。視頻發出後，有一個朋友發私信跟我說了另一種可能，就是說我們認為鏡面是平面，但事實上這些鏡面並不是一個絕對平面，就是說你放大了之後它並不是那麼的光滑，因此光線在不斷反射的過程中會有越來越多的光線跑出這個反射區域，因此導致鏡子其實並沒有無限個景象。總之這個卡 bug 的方法是失敗的。那麼根據宇宙暴脹理論，能不能找到其他卡 bug 的方法呢？歡迎大家評論區留言。我感覺這個朋友好厲害呀！無中生有，無中生有。